10分钟读一本书。今天我们来读美国思想家、投资人、硅谷传奇创业者纳瓦尔·拉维坎特的《纳瓦尔宝典》。纳瓦尔是美国科技圈最受尊敬的投资人之一，曾投资推特、Uber 等明星公司，也被誉为硅谷人生导师。他的语录风靡全球，无数创业者和年轻人把他的话当作人生的参考系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走进纳瓦尔的智慧世界，看看他是如何诠释通往财富与幸福的自由之路。第一部分，幸福是终点，但不是终点才幸福。朋友们，我们先来看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悖论。纳瓦尔说，幸福就是对你所拥有的感到满意，而成功源于不满。你看，这两个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目标，从源头上就是相互矛盾的，一个要求我们知足常乐，一个鼓励我们欲壑难填。那这不就意味着我们越是追求成功，就越是离幸福遥远吗？这成功还值得我们去追求吗？这真是一个直击灵魂的拷问，对不对？我们很多人不就是卡在这个矛盾里，一边拼命工作，一边又感觉不到快乐吗？纳瓦尔给我们讲了一个古老的故事，一边是征服了世界的亚历山大大帝，权力的巅峰，财富的象征，他拥有一切；另一边是住在木桶里的哲学家狄欧根尼，他一无所有，只求亚历山大别挡住他晒太阳。亚历山大看着狄欧根尼，感慨万千地说，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，我愿意做狄欧根尼。而狄欧根尼怎么回应呢？他说，如果我不是狄欧根尼，我也愿意做狄欧根尼。你看，这就是通往幸福的两条路，一条路是亚历山大的路，通过成功去得到你想要的一切；另一条路是狄欧根尼的路，通过修行让自己什么都不想要。那你呢？你会选择哪条路？是不是也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，觉得苦行僧的日子太遥远，不切实际，还是想先尝一尝成功的滋味？纳瓦尔说，他也是这么选的。他选的那条包含了物质成功的快乐之路，因为放弃我们内心的欲望，远比实现它要困难得多。所以，如果你想要什么，那就去追求它。纳瓦尔甚至说了一句非常酷的话：赢得游戏的理由，就是为了摆脱它。你先去玩这个社会的游戏，去赢得它，然后你才有资格对这个游戏感到厌倦，而不是因为输不起才说我不在乎。但是，真正的转折点在这里。很多人以为幸福是成功之后的奖励。就像小时候，父母总说你考上好大学就解放了，找到好工作就轻松了。结果呢，我们完成了一个目标，马上又有了新的欲望，永远在路上，永远在受苦。我们很多人都成了痛苦上瘾者，把吃苦当成进步的标志。我为了工作牺牲了健康，我为了家庭牺牲了爱好，我们甚至会为这种牺牲感到光荣。你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朋友？每天加班到深夜，朋友圈里晒的都是办公室的灯火通明，仿佛熬夜就是勤奋的勋章。或者那些为了孩子教育焦虑不堪的父母们，周末排满了各种培训班，自己累得像陀螺，孩子也失去了童年的快乐，但大家都觉得这是负责任的表现。还有一种更隐蔽的痛苦上瘾，就是我们总在为未来而活。大学时说等我毕业就好了，毕业后说等我买房就好了，买房后说等孩子长大就好了。我们把快乐一推再推，仿佛人生就是一场苦修，只有到了某个终点才配得上幸福。但纳瓦尔问我们，旅程本身就占据了人生的99%，如果这段旅程是痛苦的，那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？他后来发现，幸福和成功根本不是2选1。当你内心越来越平和，越来越快乐的时候，你并不会失去奋斗的动力，恰恰相反，你会开始想做一些更宏大、更纯粹、更符合你内心的事情。这个时候，你对成功的定义已经悄然改变了，你不再是为了弥补内心的匮乏去索取，而是因为内心的富足而去创造。所以朋友们，幸福不是终点那个闪闪发光的奖杯，它应该是贯穿整个旅程的背景音乐。我们努力奋斗，不是为了在未来的某一天买到幸福，而是在追求幸福的路上顺便获得了成功。这个顺序千万不要搞反了。第二部分，玩财富游戏而不是地位游戏。那我们具体该怎么做呢？怎么才能跳出那个越努力越焦虑的怪圈？纳瓦尔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认知工具，就是区分2种不同的人生游戏，一种叫财富游戏，一种叫地位游戏。我们先来问问自己，我们为什么总是活得那么累？为什么总是在和别人比较，比谁的公司大，谁的职位高，谁的孩子学习好，谁在社交媒体上收到的点赞多？纳瓦尔告诉我们，这就是在玩地位游戏。地位游戏有一个最根本的特点，它是零和游戏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总量是固定的，你想往上爬，就必须得有人被你踩在脚下，你的排名上升了，就意味着别人的排名下降了。
所以，地位游戏本质上是一种对抗性的、充满竞争和焦虑的游戏。你看看我们现在的社交媒体，不就是个巨大的地位游戏场吗？每天都在起起伏伏的排行榜上，和同时代的人进行着永无休止的竞争。那什么是财富游戏呢？财富游戏是正和游戏，意思是蛋糕可以被我们共同做大。我创造了一个产品，服务了成千上万的人，我因此变得富有。但我的富有并没有让别人变得更穷，反而可能因为我的产品，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了。你看，我赢了，你也可以赢，我们可以一起创造价值，一起变得富有。这是一种合作共赢的游戏。为什么我们天生就喜欢玩地位游戏呢？纳瓦尔用进化的角度解释说，在远古的狩猎采集时代，根本没有财富这个概念，你所有的财产就是你身上能带走的东西。那个时候，唯一的游戏就是地位游戏，谁的地位高，谁就能优先获得部落里稀缺的食物和资源，这直接关系到生存和繁衍。所以，追求地位这个程序被深深地刻在了我们的基因里。但现在时代变了，工业革命、信息革命，让我们进入了一个可以大规模创造财富的时代，财富游戏才是这个时代更聪明、更愉快的玩法。可你看我们身边有多少人，他们玩赢了财富游戏，赚了很多钱，然后呢，他们又一头扎进了地位游戏。他们去参加各种高端派对，想方设法进入某个圈子，用钱去换取名声和地位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骨子里还是那个渴望被认可、渴望获得高地位的原始人。所以，朋友们，下次当你感到焦虑、嫉妒和别人攀比的时候，不妨问问自己：我此刻是在玩财富游戏，还是在玩地位游戏？记住纳瓦尔的建议，专注于创造价值，玩那些能带来共赢的财富游戏。当你真正创造了巨大的价值时，好的名声和地位会自然而然地成为副产品，而不是你需要费力去追逐的东西。先致富，再出名，这条路比反过来要容易得多，也快乐得多。第三部分，把自己产品化，设计一种毫不费力的生活。前面我们聊了心法，聊了认知，最后这一部分，我们来聊一聊具体的活法，聊一聊如何设计一种更自由、更高效、更符合我们天性的生活。他给出了一个终极的人生成功公式，只有5个字：把自己产品化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找到那件对你来说像玩耍，对别人来说却是工作的事情。这件事你天生就擅长，做起来毫不费力，充满乐趣。然后把它打磨包装，变成一种可以规模化、可以服务于社会的产品或服务。比如你特别喜欢跟人聊天，能从对话中获得巨大的能量，那你就可以去做播客。你对数字特别敏感，享受在数据中寻找规律的乐趣，那你就可以去做数据分析或投资。再比如，有的人特别擅长发现生活中的美，走到哪里都能拍出好看的照片，那他可能适合做摄影师或者内容创作者。当你做的是你真正热爱且擅长的事情时，你根本就不存在竞争对手，因为这件事对你来说是艺术，是游戏，而对别人来说是需要意志力去对抗的苦差事。通过做真实的你逃避了竞争。那怎么找到这件事呢？纳瓦尔给了我们几个非常实用的方法。首先，回忆你的童年，小时候你最喜欢做什么？什么事情能让你忘记时间？那些让你着迷的东西，往往藏着你最真实的天赋和兴趣。很多人成年后被各种应该和正确给绑架了，反而忘记了自己最初的热爱。其次，观察你的嫉妒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嫉妒是一个很好的指南针。当你看到别人做某件事情的时候，你会想，凭什么是他不是我？那说明你内心深处也渴望做那样的事情。嫉妒往往暴露了我们内心最真实的欲望。第三，注意你的精力流向，什么事情会让你越做越兴奋，越做越有精神？什么事情会让你感觉像在抽血，做完就筋疲力尽？我们的身体和情绪是最诚实的反馈系统。要找到这件事，你需要探索。纳瓦尔认为，在一个充满选择的现代社会，最大的错误就是过早的承诺。他提出了一个10000次迭代理论来对抗10000小时定律。他说，真正的精通不是来自时间的堆砌，而是来自不断试错、修正、迭代的次数。你需要快速的尝试，也需要快速的放弃那些不适合你的东西。这就像是在玩一个巨大的人生游戏，你需要不断的测试不同的关卡，看看哪个最适合你。有些人害怕浪费时间，害怕频繁的换工作、换方向会让简历看起来不稳定。但纳瓦尔认为，真正的浪费是把几十年的时间投入到一个你根本不喜欢的领域里。在人生的早期，最重要的3项决策是：你住在哪里？你做什么？你和谁在一起？这3个决定几乎定义了你未来人生的脚本。我们应该花足够多的时间去探索和思考，
而不是草率地做出决定。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点，探索不是漫无目的的游荡，而是要有意识地进行实验。每一次尝试都要问自己，这件事让我感到兴奋吗？我在这上面有天赋吗？这个领域有没有足够大的市场？我能不能通过这件事创造价值？最重要的是，你要学会快速失败。如果一个方向不对，要有勇气快速止损，而不是因为沉没成本而继续死磕。纳瓦尔说，我宁愿做一个聪明的懒人，也不愿意做一个勤奋的笨蛋。所以朋友们，不要再用半吊子的努力去做那些你半信半疑的事情了，去设计一种你自己的生活，一种让你感觉像在玩游戏，而不是在做苦工的生活。这才是通往富足和幸福的康庄大道。最后分享书里的一句话，结束今天的阅读。旅程就是一切，不是吗？